你相信吗？这世间根本没有所谓的初次见面，你生命里所有的相遇全都是久别重逢。人走过了一些岁月，看过了几次人走茶凉，我们会发现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人，他们突如其来地闯进你的世界，惊艳了你的时光，然后又毫不留情地抽身离去，留下你一个人在原地收拾满地的心碎。我们总以为是自己弄丢了什么，于是在回忆里拼命挣扎，试图去抓住那些早就消散在风里的执念，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那个让你至今都无法释怀的背影，就像一根刺扎在心里。在无数个睡不着的深夜里，我们的大脑会疯狂地想要讨一个说法，觉得满腹委屈，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才会遭受这种残酷的惩罚。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被世人误解了很久的真相，请你静下心来，把这个内容看完。我将带你用佛法最高维度的视角，重新拆解你们的相遇与分离。看完之后，你不仅能彻底解开心里的那个死结，还会发现那个让你痛不欲生的离别，其实是宇宙送给你的一份最温柔的礼物。佛家讲，人这一生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参与的每一场聚散，其实都是在为过去的无数个刹那收尾。那些让你痛不欲生，让你觉得天都要塌下来的离别，在宇宙的法则里，其实有着另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名字。这个名字叫做功德圆满。涅槃经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透彻，夫生者必死，合者离别。这句话乍听之下好像很冷酷，仿佛在宣告人生的无常与无奈。可是当你真正听懂了，当你把生命的维度拉高，你会发现它背后藏着多么巨大的慈悲。我们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带着剧本来的。我们不是随机掉落在这个地球上的孤儿，我们是来完成一场又一场神圣的灵魂契约。在佛法的深层逻辑里，这一切的聚散离合都指向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概念，叫做阿赖耶识。什么是阿赖耶识？不要把它想得太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无边无际的深海，或者说是宇宙里一个容量无限大的超级记忆体，也是一本厚厚的宇宙记账本。它悄悄地无声无息地记录着你从无始劫以来，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每一次的起心动念，每一个给出去的承诺，每一段爱恨情仇，甚至是你漫不经心间对路边乞丐的一个白眼，或是对受伤流浪狗的一次抚摸。这些密密麻麻的记录会化作一颗一颗微小的种子，沉睡在这片深海里。这些种子是不会死亡的，它们只是在等待，直到有一天阳光、土壤、水分，也就是所谓的因缘具足了，时机成熟了，种子就会瞬间破土而出。于是那个人便穿越了茫茫人海，带着他必须完成的任务，来到了你的面前。讲到这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流传了很久的佛学公案。这个故事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阿赖耶识的种子，以及世间为何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在古时候，有一个年轻的书生，他与未婚妻非常恩爱，两人青梅竹马，连婚期都定好了。两家人正在欢天喜地筹备婚礼，没想到就在成亲的前夕，未婚妻竟然跟另一个只见过几次面的男人私奔了。这个打击对书生来说实在太大了，他的世界在一个晚上彻底崩塌，他承受不住别人的指指点点，也咽不下这口气，瞬间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整天躺在床上滴水不进，奄奄一息。整个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苦药味和绝望的气息。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掏心掏肺地对待他，两家人门当户对，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为什么最后换来的是如此决绝的背叛？他心中充满了怨恨
与不甘，觉得老天爷瞎了眼。有一天，一位云游的老和尚路过，听说了书生的事，便走进屋内，来到了他的床前。老和尚看着气若游丝的书生，没有说半句安慰的话，只是从怀里拿出了一面古铜镜，对书生说：“年轻人，你想知道为什么吗？别急着恨，看看这面镜子吧。”书生勉强睁开沉重的眼皮，看向那面镜子。不可思议的是，镜子里竟然浮现出了清晰的画面，伴随着海浪拍打的声音。画面中是一片荒凉寂寥的海滩，海滩上躺着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一丝不挂，显然已经死去多时，任凭海风吹拂。这时候走过来第一个人，这个人看了一眼地上的女尸，叹了口气，摇摇头，什么也没做，就冷漠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走过来第二个人，这个人不忍心看女子不尸荒野，于是脱下了自己身上的外套，轻轻地盖在女尸的身上，遮蔽了她的身体，然后也转身离开了。又过了一阵子，走来了第三个人，这个人看到地上的女尸，不仅没有嫌弃，反而红了眼眶，流下了悲悯的眼泪。他徒手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坑，把手指都挖破了，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女尸放进去，好好的安葬了她，让她入土为安。画面到这里就结束了。书生一脸茫然，不明白老和尚给他看这个做什么，这跟他的未婚妻有什么关系？老和尚看着书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孩子啊，镜子里那个死在海滩上的女子，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书生愣住了，连呼吸都停滞了。老和尚接着说：“你知道你是谁吗？你就是那个路过的第二个人。你曾经脱下衣服，给过他短暂的温暖与尊严，所以这辈子他穿越人海，来到你的身边，和你相恋，陪伴你走过青春岁月，就是为了还你那件衣服的恩情。”可是老和尚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非常深沉。那件衣服的恩情只够陪你走到这里，他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是那个亲手掩埋他，给他一个安身之处的第三个人，而那个人就是现在跟他私奔的男人。恩情还完了，缘分自然就尽了。听完这番话，书生突然之间大彻大悟，他积压在胸口的那口怨气瞬间消散了。他终于明白，缘深缘浅皆有定数，没有谁欠谁，一切都只是刚刚好的偿还。他心中的那个死结解开了，他的病也就慢慢的好了。各位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你是不是也倒吸了一口气，觉得心里某个纠结的地方突然松动了？这就是佛法常说的缘起性空。世间万物没有一个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全都是因为某种相互依存的条件而产生。当你与某个人目光交汇，心里生出一阵欢喜，觉得似曾相识，或是莫名感到一股厌恶，觉得看他不顺眼时，那都不是偶然，也不是你神经质，那是因为阿赖耶识里那颗沉睡了100年甚至1000年的种子被唤醒了。那些前世没有完成的心愿，没有还清的债务，没有解开的执念，都会化作一种无形的引力，跨越了时空的隔阂，把你们再次拉扯到同一个时空坐标下。这就是业力。请记住，业力从来都不是老天爷拿着鞭子在惩罚你，它只是一种宇宙间最精密的平衡机制。没有谁是无缘无故闯进你的生命的。有些人的出现是顺缘，是来报恩的，他们性格温柔，事事顺着你，是为了温柔你的岁月。而有些人的出现则是逆缘，他们带着满身的刺，他们是用此生最决绝的方式来碾碎你的傲慢、贪婪与执着。不管他们扮演什么角色，不管他们带给你的是欢笑还是眼泪，他们其实都是来渡你的。
当你明白了这个底层逻辑，你就不会再逢人就诉苦，也不会再把自己困在受害者的牢笼里了。理解了业力与偿还，明白了因果的必然性，我们再来谈谈另一个折磨我们最深的东西，那就是执着。在禅林里流传着一个1000年的故事，叫做石桥禅。我想很多人或许都听过这个故事的片段，但今天我想带你真正走进那500年的风霜里，去看看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去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放下。传说中有一位年轻的修行者，在一次下山化缘的途中，偶然遇见了一位女子，只是在茫茫人海中多看了那一眼，他的心就再也无法平静了。那一眼仿佛启动了生生世世的记忆，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爱慕，也是一种求而不得的巨大痛苦。他回到寺庙，日渐消瘦，茶饭不思，甚至连每天必做的早晚课，连最烂熟于心的经文都念不下去了。他的脑海里全都是那个女子的身影。佛陀看着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平静地问道：你有多喜欢她？你的这份喜欢能承受多大的代价？修行者跪在地上，泪流满面，毫不犹豫地说：佛陀，我愿化身为一座石桥，受500年风吹，500年日晒，500年雨打。我不求生生世世的相守，我只求那女子能在500年后从桥上走过，让我见她一面。你听听，这份执着有多深，多么令人动容，却又多么盲目。佛陀深深地叹了口气，答应了他。于是修行者褪去了肉身，变成了一座冷冰冰的石桥，横跨在荒凉的河道上。头一个100年，那是生不如死的煎熬。夏天的烈日把石桥烤得发烫，他的每一寸肌肤仿佛都在干裂剥落。冬天的寒雪化成冰水，刺骨的寒意深深扎进了他的灵魂深处。每一次狂风暴雨，他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那个女子的名字。他咬着牙告诉自己，我是为了她才受这些苦的，只要能再见她一面，只要能让她知道我的深情，粉身碎骨我也愿意。这时候的他心里装满了个人的执着，装满了委屈，也装满了那种我为你牺牲了这么多，你总该感动吧的不甘心。他眼里只有自己的爱情，看不见别的东西。各位朋友，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在感情里，在人际关系里拼命付出的样子？我们总以为只要牺牲够大，只要无底线的掏心掏肺，就能感动天地，就能把对方死死地拴在身边。我们甚至会拿自己的付出去道德绑架对方。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了第2个、第3个100年，石桥的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作为一座桥，它每天无法动弹，只能被迫看着无数的人从他的背上踩过去。他感觉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因为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跪在桥面上，朝着战场的方向撕心裂肺地哭喊。那绝望的眼泪滴在他的石板上，滚烫滚烫的，烫得他心里发酸。他感觉到一个经商失败、倾家荡产的中年男人在深夜里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桥中央，徘徊了许久，叹息声里充满了对人生的绝望。他也感觉到一对曾经恩爱的夫妻在桥头因为背叛而激烈争吵，最后形同陌路，决绝地转身，留下满地的苍凉。他看见了生离，看见了死别，看见了无数人在这座桥上上演着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他在这漫长的风霜与无数的踩踏中，突然震惊地发现，原来这世间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受苦，原来每一个从他身上走过的人，不管表面上多么光鲜亮丽，
心里都有一道正在流血的伤口。他的心开始变了，从一开始只装着那个女子的私情，只在乎自己的委屈，慢慢的，他的心被撑大了，装进了这世间所有人的悲欢离合。他的痛不再只是为了失去一段爱情而痛，而是对众生皆苦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无法言喻的悲悯。到了第4个、第5个100年，他已经习惯了作为一座桥的存在，他忘记了日晒的灼热，也忘记了冰雪的刺骨，他甚至开始有点记不清那个女子的容貌了。他的心不再焦躁，变得像一面明镜，平静、深邃，默默地承载着一切过客的重量。终于500年的期限到了，那一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远处走来了一个女子的身影，是她。500年了，她终于来了。她依旧那么年轻，就跟当年一模一样，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石桥，她的脚步声轻轻地敲击在石板上。修行者化身的石桥这一次没有颤抖，没有激动的流泪，更没有大声呼喊着要告诉他自己受了多少苦。他就这样静静地稳稳地承载着他的重量，感受着他的温度。女子并不知道脚下的这座桥是一个深爱她的男人用500年的血泪和孤寂化成的。她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走到桥的另一头，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茫茫的人海中。当那个背影彻底消失的时候，你猜这个修行者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会不会觉得这500年很不值得？在那最后一刻，他看着女子远去的背影，心里突然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怨恨，也没有了任何不舍。他不再求着要与她结为连理，也不再求什么生生世世的纠缠。他终于明白，原来这500年的苦行从来都不是为了得到他，而是为了成全自己。是那个女子的存在给了他一个修行的契机，让他学会了什么叫坚韧，学会了什么叫默默等待。更重要的是，让他学会了如何从凡夫俗子私情里的小爱，走向包容万物、看透世间皆苦的大慈悲。那一刻，他不需要再去追着喊一句我爱你，也不需要再去声嘶力竭地问一句为什么你不回头看我，因为他突然发现那个女子其实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帮助他完成灵魂进化的助缘。他来是为了让他圆满这一场关于爱的修行。当这场修行圆满了，他的心量打开了，那个影子也就完成了他的使命，自然就会随风而去。这就是佛法里常说的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如果你不能因为客栈温暖就赖着不走，硬要把客栈当成自己的家，你也不能因为跟某个人聊得投缘，有过一段美好的回忆，就强行绑架对方，逼着他走他不愿意走的路。就像《金刚经》里说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既然世间的一切，包括感情、财富、名利，全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条件具足了就出现，条件消失了就解散。那么当缘分散去，你还死死地执着于那个已经消失的实体，每天翻看过去的照片流泪，就像是在清晨的雾气里试图用双手去抓住一缕白雾一样，徒劳无功，而且无比悲凉。那个让你撕心裂肺的离别，其实是宇宙在为你举行的一场隐秘的告别式。它归还了曾向你借走的能量，完成了在你剧本里的戏份。它离开是为了让你腾出生命的空间，去迎接更深刻的觉醒，去遇见那个更好更完整的自己。听完石桥禅的故事，你可能会在荧幕前苦笑着摇摇头说，这个故事很美很浪漫，但在我的现实生活里，那个离开我的人一点都不美
甚至面目可憎。他给我的只有背叛、欺骗、算计，甚至连一句再见都没有说，就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然后不告而别了。这算哪门子的圆满？这根本是灾难。我懂，我真的懂，那种感觉真的太痛了，痛到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恶意，痛到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才会遭到这样的报应。但是这正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佛法中一个非常高阶也最难跨越的智慧，叫做逆增上缘。这是一个能让你彻底翻转命运的关键概念。什么是逆增上缘？有些人的出现真的不是来陪你看风景，对你嘘寒问暖的，他是来帮你动大手术的。他们的手段或许非常残忍，也许是你最信任的伴侣背叛了你的婚姻，也许是你掏心掏肺对待了几十年的老朋友，突然因为一点利益就跟你翻脸，在背后捅你一刀，也许是你辛苦建立的事业伙伴卷走了你的积蓄，在最需要他的时候转身就走。在世俗的眼光里，在法律与道德的标准下，他们毫无疑问是恶人，是渣男，是负心汉，是卑鄙小人，是彻底辜负了你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把维度拉高，超越这短暂的一生，站在灵魂进化的角度来看，他们或许是替你拿到了人生剧本里最艰难、最吃力不讨好，甚至要背负恶名的那个反派角色。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对待你？因为如果不用这么重的药，如果不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根本无法叫醒你，只有这样才能救你。他们必须用最锋利的刀，狠狠地割开你心里那个已经发炎、化脓，却被你一直掩盖着的伤口，把里面的毒血彻底挤出来。他们必须用最冰冷的水，一盆无情地泼在你的脸上，去叫醒你长久以来的沉睡与自欺欺人。我们来看看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吧，请你诚实地问问自己，你想想看，如果不是那一次惨烈的背叛，把你的自尊狠狠地摔在地上踩碎，你是不是到现在还像一根寄生藤一样，死死地依附着对方生活？你是不是还把所有的安全感，所有的喜怒哀乐，甚至是自我价值，都建立在别人的认可之上？永远学不会什么叫做真正的独立与自爱。如果不是那场刻骨铭心的欺骗与算计，你是不是还沉溺在虚幻的安逸里，觉得全天下都是好人，觉得只要自己善良就不会受伤，从而看不清人性的幽微与复杂？在未来栽一个更大的跟头，那个让你痛苦万分、恨之入骨的人，其实是在用他的沉沦，用他的无情来成就你的觉醒。他在用一种最极端、最血淋淋的方式警告你，此路不通啊！向外去求安稳，求别人给你爱，依赖别人给你安全感，终究是一场随时会破灭的虚妄。人在遇到这种巨大的离别和伤害时，我们的大脑机制会疯狂地想要寻找一个为什么，想要去讨一个说法，想要证明是对方的错。我们会不断地在心里重演受伤的画面，反复咀嚼那种痛苦。但请你记住，千万不要在情绪的深渊里去寻找答案。只要你还在问凭什么是我，你就还困在受害者的牢笼里，你就把情绪的遥控器交给了那个伤害你的人。因为那个真正的答案从来都不在对方那里，而在你自己的心里。维摩诘经里有一句话说得极好，众生之苦皆由执着而生。我们痛苦的根源往往不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我们死死地咬着牙，拒绝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总是以为要拥有了某个人、某段关系、某个地位，我们的生命才是完整的。我们把外界的拥有当成了完整的自己，殊不知在佛家的眼里，你本自具足，你本身就是一个圆满的存在。
不需要任何人来填补。那个人的离开不是剥夺了你的幸福，而是帮你清理了生命里的垃圾，清除了那些不再适合你频率的人事物，为你腾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能量空间。当你哭干了眼泪，拍拍身上的灰尘，意识到这场闹剧已经谢幕，决定不再回头看，决定自己站起来的那一刻，恭喜你，你已经通过了这场宇宙为你安排的最难的考试，你的灵魂已经升级了。既然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两件事，一是如何热烈地拥抱当下，二是如何优雅地放手过去，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从那种撕心裂肺的恐慌与怨恨里走出来，把这份佛学的智慧真正落实下来呢？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要你剃度出家，躲到深山老林里去逃避现实，而是藏在我们每一天的喝茶、吃饭、相聚与道别之中。修行就是在红尘中练心。接下来，我想给你3个今天你看完这支影片，立刻就能开始做的微小行动。步骤都很简单，不需要花费你太多时间，但我保证，只要你愿意每天坚持做，哪怕只是一点点，你的心会慢慢长出不可思议的力量。第一个小行动，相聚时练习100%的临在。茶道里常讲一期一会，这正是佛学在生活中的极致应用。你要明白，即便明天约好再见，坐你对面的那人也已是不同的心念与个体了。昨日之日不可留。现代人最大的遗憾，常是人在心不在，低头划着手机，错过的当下便永远错过了。下次与亲友相处时，请试着放下手机，给予对方100%的专注，看着他的眼睛，倾听并感受他此刻的情绪。正因每一场相遇都可能是最后一面，我们才更该给予最深的温柔。这种温柔里没有占有，深情中没有控制，这就是最好的惜缘。第2个小行动，当缘分尽了，启动老友送行的祝福。我们说离别是功德圆满，并非要你变得冷漠。当关系走到尽头，对方无情转身时，请千万别歇斯底里的抗拒，或用卑微的挽留去破坏好不容易结清的缘分，更别反复翻看他的社群动态，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你要做的练习，是在心里把他当成一位即将远行、不再相见的老友，默默斩断那条无形的能量锁，在心里告诉他：祝你在没有我的路途里顺利，我们的缘分到此为止。别再追问为什么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没有发生的都不需要发生，已经失去的也从未真正属于你。当你不再纠缠，而是带着缺憾优雅前行，这份遗憾本身就已经在你的慈悲与放手中得到了最彻底的疗愈。第3个小行动，睡前3分钟的清零观心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睡前仪式，能够帮助你清空大脑的负面能量，让你拥有更高品质的睡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关掉灯，闭上眼睛，花3分钟的时间，就像放电影一样，把今天遇到的人、发生的事，在脑海里轻轻地过一遍。如果今天遇到了让你欢喜、帮助你的人，在心里对他说一句：谢谢你的善缘，温柔了我的今天。如果今天遇到了让你生气、难过，甚至莫名其妙伤害你的人，也请你深呼吸，在心里轻轻地说一句：谢谢你来渡我，我们的债今天又还清了一点，我不欠你了。就像是每天洗澡洗去身上的泥垢一样，这个观心法是在洗去你灵魂上的灰尘，然后深深地吸一口气，把这一切打包，全部交还给宇宙，告诉自己，今天已经功德圆满了，该放下的都放下了，
明天睁开眼，又是一个全新的、干净的剧本，你又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人生就像是一场无尽的行旅，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彼此生命里的过客，谁也无法永远霸占谁。有些人的名字是写在水上的，风一吹，水面泛起一阵涟漪，一下子就散了，连痕迹都不会留下。而有些人的名字是刻在石头上的，要受过500年的风霜，经历过无数个日夜的冲刷，才能慢慢的被岁月给磨平。但无论是写在水上，还是刻在石上，当你有一天能够在泪水中学会微笑，能够在孤独中生出慈悲，不再去执着谁对谁错，不再去计较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你就已经从这繁复的因果轮回里提炼出了世间最纯净的智慧。有一种传统的修复工艺叫做精善，就像是一个摔碎的瓷器，有智慧的工匠不会把它当作垃圾丢掉，而是会用珍贵的金漆把裂痕一点一点地修补起来。修补过后的瓷器不仅没有失去价值，反而因为那些闪烁着金光的裂痕变得比原来更加美丽，更加独一无二。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到了影片的最后，我想送给荧幕前的你一段话，请你在心里受伤，觉得快要撑不下去，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你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反复的听。如果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偶尔寒凉的世间互相取暖，确认自己并不孤单。如果说所有的离别都是功德圆满，那是为了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学会如何优雅地告别过去，勇敢地奔向下一场觉醒。所以，亲爱的朋友，请不要再去埋怨那些擦肩而过的遗憾了，那些你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那些让你觉得天崩地裂、痛不欲生的瞬间，其实都是佛菩萨化了妆的祝福，是宇宙为了让你成长而精心准备的礼物。当你紧紧攥着拳头，防备着所有人，你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紧绷与痛苦。可是，当你愿意深呼吸，缓缓地松开手，选择原谅与放下，你拥有的绝对不是空无，而是整个宽广的世界。请相信，那些曾经让你痛不欲生、让你心碎的裂痕，终将成为光照进来的地方，照亮你未来的人生道路。如果今天的内容有在你的心里敲开了一点点光，或者帮你解开了某个缠绕已久的心结，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或者为一个你心里牵挂的人，甚至为你自己祈福，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愿一切善缘皆得圆满，或者我放下了，我自由了，都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让我们一起用这些温暖的文字，在这里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正向磁场，想象这是一个巨大的温暖光照，去接住，去疗愈更多路过这里心里带着伤的灵魂。你的每一句善言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里的光。修心这条路很长，有时候走着走着，难免会觉得有些孤单，甚至会想要放弃。如果你不嫌弃，很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未来的日子里，请让我继续在这里陪着你，把我们的每一次相聚都当作是一期一会的喝茶时间。我们慢慢聊，慢慢修，一起在喧嚣的世界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解药。愿你在往后的日子里遇见的每一个人都能温柔相待。我们下期再见。